第250章长久打手。清晨的晨曦从花纹状的窗户间投射而进，斑斑点点地照射在地板上，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温暖而艳丽。房间之中，盘坐在青莲之上的萧炎缓缓地睁开眼来，淡淡的青芒从漆黑的眸间闪掠而过，旋即迅速湮灭。微微扭了扭身子，萧炎轻吸了一口清晨凉爽的空气，一股舒畅的感觉由心肺间逐渐蔓延到了全身。经过一夜休整，萧炎脸庞上那抹疲惫终于是完全消失，身形轻灵地闪掠下青莲座，手掌一招，青莲座化为一抹青光，再度钻进了那界之中。整了整衣衫，萧炎打开房门，来到客厅中，目光扫了扫，却是发现海波东早已醒来，此时正站在窗前，双手负在身后，静静地望着窗外那喧闹的街道。似是察觉到萧炎的出来，海波东缓缓转过身来，对着他笑了笑，道：看你的状态似乎调整得不错。笑着点了点头，萧炎弹了弹宽大的黑色袖袍，笑道：走吧，今天趁墨家繁忙，我们进去先把青灵寻见，然后再给墨城那老家伙好好的庆寿。看你那满脸杀气的模样，似乎这墨家的喜事快要变丧事了。瞥着萧炎脸庞上那闪掠而过的森冷，海波东老眉一挑，戏谑道：他既然能够下令让人将墨铁佣兵团杀个鸡犬不留，那自然也要有些会被回报的心理准备。虽然灭人满门的事情我暂时还有点干不出来，不过把那老家伙宰了却没什么好犹豫的。萧炎双手插在袖间，笑道：而且失去了墨城之称的墨家，恐怕地位也会急速下降，到时候东部省份的另外3个大家族可不会放弃这个蚕食墨家地盘的机会。你不怕云岚宗帮他报仇？海老先生难道认为云岚宗会为了一个外门执事而来追杀2名斗皇强者？萧炎微笑道：2名斗皇强者？眨了眨眼睛，半晌后，海波东翻着白眼道：我说了别把我拖进去，这是你和他们之间的事，与我没关系。海老先生是怕云岚宗吧？萧炎笑眯眯的道：妻，别来如此低级的激将法。我虽然忌惮云岚宗，可还远远谈不上怕字，我只是不想无缘无故被你这家伙当成枪使而已。等把你那人情债还完之后，那就是天高地阔任我行了。海波东撇了撇嘴道：把玩着桌上的精致墓碑，萧炎沉吟了一会，目光在海波东身上扫了扫，笑盈盈的道：海老先生，你如今是几星斗皇？2星。你问这干嘛？被问到这个问题，海波东脸庞一僵，悻悻的道：哼，那请问未被封印之前，海老先生是几星？萧炎脸庞上的笑容颇为奸诈，犹如一头正垂涎着兔子的狐狸。5星。海波东斜瞥着萧炎，哼道：5星斗皇嘛，这样看来，虽然海老先生的封印已经破解，可却依然没有恢复到以往的巅峰状态啊。萧炎似是有些惋惜的道，嘴角抽了抽，海波东挥着袖袍道：我被封印了几十年，实力自然是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恢复，只要等个4、5年，自动就能恢复巅峰。哼，这话恐怕连海老先生自己都不会太过相信。众所周知，有时候实力降了下去，想要重新提回去，那所需要的时间说不定比以前晋升时还需要更加长久的时间。萧炎笑着摇了摇头。萧炎，你究竟想说什么？瞥着萧炎那一脸古怪的笑意，海波东眉头微皱，问道：我只是想说，我或许耐够让德海老先生在1年时间内将因为封印而受损的力量完全恢复过来，并且没有太大的后遗症。萧炎手指轻轻地点在墓碑之上，低笑道。闻言，海波东苍老的脸庞微微一变，眼瞳中隐晦地掠过一抹惊喜，不过片刻后，脸庞迅速恢复正常，谨慎地盯着萧炎，迟疑了一下，方才问道：什么办法？听过负灵子丹吗？萧炎修长的手指轻轻弹动，望着海波东那略微有些茫然的神色，不由得笑道：这是一种5品丹药，虽然阶别不算很高，不过其所需要的材料却是颇为难寻，它的作用便是能够将一些因为封印或者体内残伤而导致衰退的实力完全的修复过来，这似乎对于海老先生来说刚好极为合适。负灵子丹，
脸庞犹自带着几分喜意的喃喃了几遍。海波东紧紧地盯着萧炎，舔了舔嘴唇，道：“说吧，你需要什么报酬？”海波东可不会相信萧炎这无利不起早的家伙会无缘无故的这么好心帮助自己。嘿嘿，闻言，萧炎笑了笑，那笑容活脱脱的便是一只狡诈的狐狸。由于负灵子丹的药材颇难凑齐，所以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去搜集这些药材，我会帮你搞定。不过，在我替你炼制负灵子丹之前，海老先生或许得一直跟在我身边了。你这是在找长久性的打手吧？眼角抽搐着，海波东一口就道破了萧炎的目的。萧炎满脸的笑容，不过却并未否认。望着萧炎那笑眯眯的脸庞，海波东眉头紧皱，满脸的不爽。不管如何说，他也是一名斗皇强者，让他来给萧炎打打手，他自然是不会觉得有多荣幸。海老先生，你应该清楚，依靠你自己的力量，若是没有一些特别的奇遇之外，恐怕10年之内是难以恢复巅峰。而只要你在我身边当一段时间的护卫，就能换取10年的节省时间，这笔交易貌似挺划算的。你要知道，这10年你可以干多少事？萧炎轻飘飘的声音不断地击打着海波东内心那脆弱的防线。沉着一张老脸，海波东心中不断地挣扎着，而萧炎也并未再出声打扰，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等待着他的答案。宽敞的客厅之中，气氛略微有些沉闷与寂静。好半晌之后，海波东终于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抬头紧盯着萧炎，沉声道：“我不管那些药材究竟如何难得稀奇，我给你1年时间，1年内我当你的护卫，保你的安全。不过你必须在这段时间凑齐你所说的那些药材，然后帮我炼制出父子灵丹。不然，若是你收集个好几年的药材，那我不是也要跟在你身边好几年吗？”呵呵，没问题。闻言，萧炎略微沉吟，便是笑着点了点头。一名斗皇级别的打手，那可绝对不多见。日后他说不得要得罪云岚宗这个庞然大物，身边能有这么一个经验丰富的强力助手，那自然是能够替他节省大把的气力。虽说在海波东的体内被萧炎与药老偷偷的摆了一道，不过萧炎可不敢将这种事摆在台面上说出来。不管如何，海波东都是一名斗皇强者，强者的尊严可以使得他与别人交易，不过却绝对不能容忍这种威胁。若是萧炎真的执意用这东西来胁迫海波东成为他的护卫，恐怕第一时间这位曾经名震加玛帝国的冰皇就会立刻不顾性命地对自己暴怒出手。一名斗皇强者发起疯了，即使萧炎有着药老庇护，恐怕也绝对讨不到好。所以能够用双方都满意的条件将这种问题解决，自然是最好的结局。望着海波东那略微有些无奈的脸庞，萧炎手掌轻轻地抚摸着那藏在黑袍之下的巨大黑齿，满脸的得意笑容。在心中略微为自己这1年的苦命叹息了一阵之后，海波东从那戒中掏出一张皮纸，丢在桌上，无奈的道：“这是我昨夜趁你修炼时出去逛了一转的成果，这是墨家的大致地图，有了它，寻找那位叫做青灵的小女孩的任务应该会顺利许多。”闻言，萧炎脸庞上浮现一抹惊喜，抓起地图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忍不住地摇头赞叹道：“看来聘请海老先生作为护卫，简直就是极为明智的决定啊！”对于萧炎的这番赞美，海波东撇了撇嘴，没有过多理会，将地图打量了一番，然后将之小心翼翼地收好。萧炎站起身来，将头顶上的大黑斗篷掀了下来，顿时整个人都是被笼罩在了阴影之下。走吧，去墨家。将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萧炎对着海波东笑了笑，转身对着房间大门处行去。其后海波东也是无奈地将黑袍掀下，跟着萧炎行出了这所房间。出了房间，萧炎随手关上门，然后顺着走廊行下楼梯。在旅店的那大门处，一袭紧身夜帝月色裙袍的娇贵女子正静静地站立着，玲珑诱人的身姿在月袍的包裹下显得别具魅力。此时的她正微笑着与身旁的玲玲说着什么。大厅中，一道道隐晦的炽热目光在噙着几抹敬畏间，悄悄地在前者那曼妙的娇躯上徘徊着。脚步缓缓地走下最后一层楼梯，萧炎忽然微微抬起头来，目光随意地扫向大门口处。瞬间之后，当其扫见那位隐隐透着
一抹高不可攀气质的越跑女人之后，跨动的脚步骤然一顿，身体如遭雷击，猛地僵硬当场。